造過6代機的兄弟都清楚啊，如今全球6代机赛道早已不再是什么群雄逐鹿，而是中国一骑绝尘，老美奋力追赶，其余国家望尘莫及的碾压格局。前陣子印度三哥還想對標殲36，結果發現牛逼吹過了，現在不也老是改對標殲10 CE 了？這不就對了？但是當我們的殲36、殲50以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姿態俯瞰全球的時候，大洋彼岸那座白色宮殿裡，一場足以載入軍事史冊的魔幻豪賭正在拉開大幕。道德經講：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搞軍工那是針尖上跳舞，毫釐間定勝負。看着中國6代機穩步落地，迭代升級，一向自詡全球軍事第一的老美徹底坐不住。如今的老美在總統董王的帶領下，直接大手一揮，玩起了外行捏飛機萬億聽個響的暴力美學。這是一場跨越萬億美金的自殺式衝鋒，還是美利堅最後的回光返照？是想要御風起飛，還是準備直接起零？今天大招就帶大家穿透層層迷霧，看清這場讓全世界專家集體沉默，讓美利堅國庫瑟瑟發抖的終極軍工黑洞。建議點讚收藏，防止視頻被下架。我是不爱放大招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子。兄弟們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見過總統親自下場造飛機的？正常國家的戰機研發是個什麼流程？立項論證，技術攻堅，公開競標，擇優錄取，迭代測試，批量列裝，層層把關，科學嚴謹，每一步都有專業團隊把控。這是百年軍工行業的基本規則，也是尊重技術、尊重規律的底線。但到了董王跟老美這兒，所有的行業規則、技術邏輯、軍工底線全部作廢，主打一個隨心所欲，外行領導內行，點石成金。為了快速追趕咱們的殲36，縮短中美6代機的代差，董王直接開啟獨裁式軍工操作，跳過了美軍幾十年的公開競標流程、技術審評環節、預算審核流程，沒有任何行業競爭，沒有任何技術論證，甚至連波音的研發方案都沒看一眼。董王一指令下，直接欽定，波音中標，同時大手一揮，給這款尚未立項、尚未設計，甚至圖紙都沒畫完的戰機，直接敲定正式編號 F-47。這波操作有多離譜？給大家通俗翻譯一下，就好比你開一家頂尖科技公司，員工還在構思產品方案、打磨核心技術，老闆直接跳過所有的研發流程，先定產品名字、定上市編號、定合作廠商，最後告訴團隊，你們照着我的名字跟編號做就行，做不出來就是你們能力不行。波音高管當時估計直接全員懵逼，內心的 OS 絕對是：總統大人，我們的 PPT 還沒做完，設計說明書還沒動筆，風洞測試數據一片空白，您怎麼連最終的編號都給安排明白了？從古至今，但凡成事者，必定是謀定而後動，知止而有得。這是大學裡核心智慧，也是古今中外所有重大工程、重大事業的成事之道。董王這種先定結果再補過程，外行指揮內行的魔幻操作，放在任何一個成熟行業都是大忌，更何況是精度要求極高、技術複雜度拉滿、容錯率極低的頂尖6代機研發。這已經不是創新突破，這是逆規律而行，逆勢而妄為。從立項的第一天起， F-47 的結局就已經注定，先天畸形，後天難產。如果说董王的獨裁式立項只是離譜，那美軍接下來操作直接堪稱軍工界的美版《三國演義》，三軍內卷，全員內耗，把浪費國力、分散資源玩到了極致。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軍工發展一直恪守集中力量辦大事、凝心聚力成偉業的智慧。全國一盤棋，全軍一條心，資源統一調配，技術統一攻堅，方向統一規劃，不內耗，不內卷，不重複投資，把有限的資金頂尖的人才、優質的工業資源全部集中到核心賽道上。所以我們的殲36、殲50才能穩步迭代，快速首飛，技術領跑，每一步都踩在節奏上，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。反觀老美完全是反其道而行，完美诠釋什麼叫三分天下，各自為戰，內耗致死。老美空軍，我要搞6代機 F-47項目正式上馬，全力搶占空中優勢。這邊老美空軍說，我要搞6代機 F-47項目正式上馬，全力搶占空中優勢。那邊老美海軍，空軍有了不行，我海軍是全球遠洋核心，必須要有自己的專屬6代機，
於是高調推出 FA-XX 艦載6代機項目，專門適配航母作戰，還計劃在2026年8月敲定總承包商。你以為這就完了？還有這邊老美海軍陸戰隊，空軍、海軍都有，我也不能落後呀。雖然沒錢、沒技術、沒有成熟方案，但我也要立項自研6代機，先占坑再燒錢，後續慢慢磨。看到沒，兄弟們？一國三軍3套6代機方案，3條研發賽道，3筆天價預算，三方互不兼容、互不配合，各自內卷。荀子有云：合則一，一則多利，多利則強；分則離，離則多弊，多弊則弱。團結統一，凝心聚力，就是匯聚無窮力量。分裂內耗，各自為戰，只會漏洞百出，持續衰弱。我們集中力量攻堅，是順勢圖強；老美分散火力燒錢，是逆勢自損。美軍現在局面就是把有限的頂尖軍工人才、稀缺的高端供應鏈、天價的國防預算，硬生生劈成3份。本來老美軍工底子這就已經衰退，冷戰之後幾十年，老美全新自研的主力戰機只有一款 F-35，其餘全部是舊機型翻新改造的。研發能力、創新能力、工業功底早已大不如前，殘破的軍工基地、衰退的研发體系、斷層的技術人才，根本支撐不起一款6代機的穩定研發。如今還要強行同時扛起3款6代機項目，這不是追趕，這是透支國運，盲目逞強，自尋死路。最搞笑、最扎心的也是最恐怖的，還得是這3款6代機的吞金能力，堪稱人類軍工史上的天價黑洞。目前紙面預估，空軍 F-47單機採購價3億美元，海軍 FA-XX 單機價格2至3億美元。海軍陸戰隊後續立項的6代機單價只會更高，不會更低。很多家人覺得3億美金一架戰機對於超級大國老美來說，簡直就是小咖了。如果你這麼想，那就太天真了。採購過美軍裝備的老軍迷都知道，美軍戰機從來都是立項報價親民，落地價高得離譜。F-35就是最鮮活的前車之鑑，妥妥的軍工理財產品，造價越貴，越買越虧。F-35立項之初，預估單價只要幾千萬美元，性價比拉滿。結果落地之後造價一路狂飆，成本持續失控，各種附加費用、研發攤薄費用、維護升級費用疊加，單價直接翻倍暴漲。按照 F-35的漲價邏輯，美軍軍工的一貫套路，業內專家早已預判。如今預估3億美金的 F-47，未來批量列裝以後單價大概率直接奔着10億美元狂飆。單價戰機10億美元，這是個什麼概念？這已經不是造飛機了，這是用黃金堆砌的空中載具，用國庫儲備換取紙面軍力。更誇張的是，根據老美權威智庫推算，美軍3款6代機從研發、測試、量產、列裝、後期維護全周期走完，整體總耗資將突破1萬億美金。兄弟們，1萬億美金，這是個啥概念？這不是一筆普通的軍費開支，這是一筆足以撼動老美國庫、影響老美民生、拖累老美經濟的天價巨款。直白點說，這哪是研發戰機，這是把整個老美國庫塞進航空發動機的加力燃燒室，直接原地原力崛起，燒錢燒到極致。左傳有言：國之興也，輕徭薄賦，蓄力固本，國之亡也。窮兵黷武，耗民傷財。從古至今所有盛极而衰的大國滅亡的核心原因，從來不是外敵入侵，而是內部消耗、軍備透支，本末倒置。秦朝、隋朝、羅馬帝國，全部都是因為過度大興土木、窮兵黷武、透支國力，最終內部崩塌。如今的老美正在完美復刻歷史上所有衰敗大國的致命錯誤。很多人覺得老美財大氣粗，2027年度國防預算直接拔高到1.5萬億美元，拿出1萬億搞6代機，完全扛得住。這就是普通人的認知誤區。錢多不代表可以肆意揮霍，預算高不代表沒有致命隱患。1.5萬億國防預算看似龐大，但美軍全球駐軍、舊裝備維護、新兵訓練、彈藥儲備、海外軍事行動，每一項都是吞金巨獸，早已把預算瓜分殆盡。硬生生擠出萬億資金砸向3款前途未卜的6代機，必然會拆東牆補西牆，擠壓其他所有軍備項目的研發資金，擠占民生福利開支，透支國家財政儲備。這就印證了那句物壯則老，月滿則虧。過度追求軍事強盛，盲目加碼軍備競賽，不顧自身國力承載能力，最終只會盛極而衰，快速隕落。比燒錢更可怕的是，美軍完全失控，漏洞百出的研發進度，堪稱現代軍工界的天大笑話。
美軍官方對外大肆宣傳，畫下大餅 ，F-47 六代機2028年、2029年就能正式交付軍方，快速形成戰鬥力，全面趕超中國殲36。面對這個美好的藍圖，老美本土專家、軍工從業者、行業學者集體冷笑，沒有一個人買賬。業內統一預判，按照美軍目前的技術短板、內耗效率、資金亂象 ，F-47想要正式交付、形成戰力，至少要等到2030年代末。也就是說，這款被老美寄予厚望、賭上國運的六代機，研發周期直接超10年。大家可以腦補一下，10幾年後美軍的 F-47還在慢悠悠的試飛呢，反覆翻車，不斷反攻，很難迭代。而我们的殲36早已完成多輪升級迭代，技術完全成熟，體系全面完善，批量列裝成型。更誇張是那個時候咱們大概率已經完成7代機的研發、測試，甚至首飛。網友調侃的特別到位，等美軍 F-47正式服役，咱們的殲36都快帶孫子了。我們都開始研究第7代怎麼適配太空作戰，怎麼突破大氣層。老美還在糾結6代機的基礎試飛問題，這就是一步慢，步步慢，一招亂，全盤輸。說這麼多呀，咱不能光看笑話，得給老美號號脈。其實破解這個局道德經》裡早就寫好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如果我是美軍的戰略顧問，我會給董王獻上3條計策：掛損掛，損下益上，別搞什麼3大軍種各自為戰，空軍、海軍、陸戰隊坐下來分個果鍋，合併項目，共用平台。雖然面子不好看，但能省錢呀。息兵，務實為先，別老盯着6代機的虛名，先把 F-35那堆帶病飛行的問題解決了，把破損的工業基礎補補，這叫治本。轉進，降維打擊。既然載人戰機玩不過中國，不如在大規模低成本無人機群上多下點功夫。可惜董王那種性格，他要的是 Great Again， 要的是那種能一眼看過去就牛逼的宏大敘事。所以他一定會選那條最貴、最難、最容易翻車的路。兄弟們，說到這兒，其實答案已經慢慢浮出水面。F-47最危險的地方，從來不是它造不出來，而是美國已經開始相信，只要繼續砸錢、繼續擴軍、繼續豪賭，就一定還能重新偉大。可歷史最殘酷的一點就在於，很多帝國並不是敗給敵人，而是敗給了自己的執念。《資治通鑑》有句話：“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；力不能及，反求諸強，則國危矣。”什麼意思？能力撐不起野心的時候，越強行硬撐，代價越慘烈。現在的美國越來越像一個已經疲憊不堪，卻依舊不肯停下腳步的賭徒。債務爆炸，工業空心，社會撕裂，製造業衰退。可他呢，偏偏還想同時維持全球霸權，維持軍事碾壓，維持科技神話。於是只能不斷燒錢，不斷透支，不斷加碼。今天搞 F-47，明天搞 FA-XX，後天再來個新概念空天戰機。就像一個人明明已經氣喘吁吁，卻還非要繼續狂奔，因為他不敢停呀。他一停下來，他就會發現，那個曾經遙遙領先的時代已經真的過去了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